好故事阿正陪你看，这次继续和大伙聊聊经济下眼屠佛之宴。上期聊关口从边境妹尾呢得知伊豆地区某座小村庄突然凭空消失，心生好奇的他去采访当事人光宝，结果被告知那山村中供奉着某种神物，可能是长生不老的仙药。关口虽然不怎么相信，但还是决定去实地探访一下。于是几天后，关口便前往了伊豆地区。他找到当地的派出所，想了解户人村的情况。那派出所就在山脚，门口山路直通那座村庄，平时没什么人会来，里面驻扎年轻警官无聊得很，看到人来很热心的与关口搭话。关口跟警官聊了起来，得知对方名为冤邪。不过正如之前光宝说的一样，派出所这里也没找到任何户人村存在的痕迹。冤邪警官翻出村里的户籍册，可能里面只有现在住户的资料，根本没什么佐伯家。过年时那座山村里的老人偶尔也会下山采买年货，冤邪警官也碰过几次，跟对方闲聊过几句，可他也从没听过那村子里有什么大宅子。在他印象中，那些人很早就住在那了，平时也没什么人会来拜访，唯一的来客就只有邮差，应该是亲戚或家人给那些人寄生活费。没办法，人需要钱才能生活。而提到这个，这里不得不插一句，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一个很省钱的神奇平台，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都特别省。点击评论区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人类对闲鱼的开发不足1%，洗衣保洁、酒店待定都能小低价。下单之前先上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回到故事中来，关口有点好奇，那些家人之前都没来拜访过吗？只是通过邮差来寄信。说到这个，冤邪警官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在他印象中的确是没有任何家人过来拜访，那些老人就像是被遗弃在了家乡一样。而且冤邪警官看了下户籍资料，发现那些家人住的地方都不算太远，明明是自己老家，住的又不远，怎么都不回来看看呢？关口觉得这点很可疑。那除开家人亲戚外，还会有什么人去拜访那小山村呢？比如磨刀石或卖药郎之类的。可冤邪警官连这点都否认了，因为门口的山路就只通往那座村庄，平时他就在这守着，这么多年了，基本没看到什么人经过。关口不甘心，那真的就没有任何人经过吗？冤邪警官努力回想，突然想起去年夏天有美军出现，是一些美军开着吉普车经过这里，也不知道那车是去干什么的，一下就折返了回来，总不可能是慰问贫困老人的吧？而要说是军方测量工作，那也不太像，毕竟那种事都会通知给当地的政府部门，但他从没收到过任何消息。关口顺带也问起了光宝的事，对于光宝，冤邪倒是记得很清楚，那人是去年秋天来的，早上沿着山路上去，结果下午就神色大变的跑了下来，大喊村子不见了之类的。冤邪警官给他看了这里的户籍资料，结果那人当场晕了过去。警官觉得那就是个得了妄想症的神经病，别说那村子了，搞不好连当警察这件事都能获得妄想。同时也吐槽关口真是个好事之徒，为了不着边际的幻想还专程跑一趟。警官建议关口来都来了，就去附近的温泉旅馆泡泡温泉放松一下，这里虽然没啥人气，但却是个放松疗养的好地方。关口觉得有点遗憾，他看了看窗外，外面的景色确实不错，苍穹高远清澈，绿意深邃剔透，确实有种洗涤心灵的感觉。只是关口觉得自己受到洗涤的只有表面，内心深处的幽暗依然顽固的残留，那种不上不下的感觉让人烦躁。他还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问清楚，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简报，那上面记录了大屠杀的报道。冤邪警官看了下，觉得那肯定是谣言之类的，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那种事。虽说在事发时他才9岁，不过有那么大的事情发生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比如童年发生的金山事件，他就有印象。冤邪警官建议关口去找报社问问，可这个线索关口早就已经调查过了。他找到出版这篇报道报社，发现撰写报道的记者在战争中过世，连当时留任的员工也所剩无几，根本没有人记得这回事。只是那报纸上刊登的磨刀石金村先生似乎确有其人。在来派出所前，关口也询问了这附近的老人，发现每个人都认识磨刀石金村先生，在15年前的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过来。记得那人很喜欢喝酒，口头禅是俺以前是个刀匠嘞。可是据了一些老人所说，就在报道发出后没多久，金村先生就被宪兵给抓走了。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但关口总觉得背后另有玄机。冤邪警官听说这事后也有点困惑，他重新数了一下那村里的户籍人员，发现现在住在那的只有7户人家，可登记在册的房屋一共有17栋，另外10栋房子因为没人住已经废弃了。如果再加上那不存在的佐伯家，刚好是18栋房子，和户人村的情况完全吻合。警官感觉这不像是巧合，想问关口是怎么回事，可关口也正是为了调查这事才过来的。在路上他也问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，在附近有开豆腐店的老头子说10几年前曾来这个派出所跟警官聊天，当时似乎是邮费上涨，他来这里抱怨，结果刚好碰到一个年轻警官背着大行李走上山路前往那座村子。
关口查了一下，发现邮费只在16年前涨过一次，那正是光宝先生被调来护伦村的同年。他在护伦村干了1年后，于15年前接到征召离开，也就是说那名新警官就是光宝本人。这么看，光宝记忆应该没有出错，他确实当过警察，也真的来过这里。渊血警官闻言也陷入了混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谣言中的村子居然真的存在吗？他努力理清思绪，提出了一个假设：假设光宝真的来过，而那村子和佐伯家也确实存在，那或许是发生了全村连夜潜逃的事件吧。毕竟传染病或大屠杀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，佐伯家和其他人一起连夜潜逃或许还比较现实一些，而现在留在那里的村民则是当年没一起逃走的人。虽然光宝表示不认识那些人，但这都过去了10几年，没准光宝记错了呢。而且光宝的样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那些人同样没人认出光宝，以为是陌生的外人，进来就打听佐伯家的情况。他们不想跟陌生人说太多，就推脱不知道什么佐伯家之类的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，纯粹就是光宝本人精神错乱。或许光宝在16年前确实来过这里，那村子也的确存在，唯独那佐伯家是光宝妄想出来的。说到这儿，原先警官也好奇为何光宝本人没过来。关口表示现在光宝正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，按光宝的说法，自己既然是精神异常的，那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没法理清情况，所以只能另找别人来帮忙探究真相。原先警官觉得这家伙还挺有自知之明的，不过事情也确实如此，他觉得光宝还是好好休养一下比较好。正说着，门外闪过一个人影，那是一个穿和服的男子，手上提着一个老旧的行李箱。男人沿着山路行走，似乎要前往那座村子。关口赶忙叫住对方，旁边的渊血警官也好奇男人是谁，为何会去那偏僻的小村子。男人笑一笑，自我介绍叫唐岛敬轩，是个民俗学者，正在调查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传说。大前年他曾拜访上面的人家，采集了一些传说，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，所以想再次拜访询问清楚。说完，男人行了一礼便要离开，关口忍不住叫住对方，表示想和对方一起去。旁边的渊血警官很惊讶，不过想了想也决定一块跟上。路上，关口向唐岛介绍自己的情况以及光宝的事，唐岛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异，只是默默听着。大约过了1个小时才把所有的情况都介绍完。唐岛听完后感叹这听起来确实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不过他也问关口了解真相之后打算怎么做呢？关口还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见此，唐岛表情变得严肃，他对关口说，这世上充满了不可思议之事啊，不过这些不可思议也只是以人的基准来说的。比如不了解地动说的人会觉得太阳东升西落是个谜团，可要是了解了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所谓谜团不过是人类不了解的事物，只要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谜团，因为每个人都只会以自己的基准来揣度整个世界，将整个世界硬塞进自我这个狭隘的模子里。要想解开谜团，就必须要将自我扩大，甚至要将自己过去所抱持的观念彻底粉碎。即便如此，关口依然想知道真相吗？关口不太明白这些话背后的深意，但他莫名想起当初在神社恳求金金堂帮忙解决久远4家问题的情形，当时所经历的一切确实对曾经的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在冥冥之中，关口有种感觉，现在这情况与当时非常相似，一旦跨出这一步，会让自己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可即便如此，关口还是想要知晓真相。听到关口的回答，名为唐岛的男子眯起眼睛笑了笑，这样啊，那就出发吧，马上就要天黑了。很快3人就来到那个小村庄，村庄最外围的是一栋小屋，据光宝所说，那曾是一间杂货铺，可现在却成了别人的农家。屋檐下挂着一些作物，已经干枯并褪成褐色，木板屋顶上杂草丛生，屋后是连绵的群山。唐岛看看那屋子，感叹这景色真是壮观。面对如此广阔的大自然，人类就像是大象身上的狮子啊！可狮子不能理解大象的时间，比如住在村里的那些老人们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就靠着耕种贫瘠的旱田生活。这样生活持续了几年甚至几十年，没有昨天也没有今天，就是这么活着。如果这样相同的日子不断重复，那1年、10年还是70年都是一样的。关口突然一个机灵，10年和70年是一样的，唐岛这个人难道知道些什么吗？唐岛却没解释，带着2人往前走去。他敲开那栋屋子，一个老人面无表情地打开房门。老人似乎认识唐岛和渊邪，只是关口对他比较陌生，想问关口是谁。唐岛解释是路上碰到的朋友，比起这个想问能不能参观一下老人的家。等3人进去后，关口发现屋梁上似乎挂了什么装饰，看起来像是供奉在神龛或者是柱连神上的壁树。老人看关口很在意，解释说那是被称为离公主的厕所装饰，没什么用处，也已经很久没换了。唐岛转头对关口说，这位老人在这住了70年以上，关口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的呢？
关口确实是想确认一下光宝所叙述的内容，他问老人16年前是不是有警察驻扎在这儿，老人却否认了，表示警察一直在山下，他在这住了一辈子，绝对不会记错。老人的爸爸和爷爷都在这个家长大，死在这个家里，连他自己也是，以后肯定也会死在这里。不过儿子倒是离开了。听到这儿，关口也想看看老人儿子寄来的信。老人拿了出来，那是厚厚一叠的信封，应该是累积了很多年。上面地址确实就像渊喜警官说的一样，离这里不是很远。关口抄了一下地址，打算日后拜访。正当他要把信还回去的时候，唐导就突然提醒他确认一下邮戳。关口有点不明所以，但看了一下却发现那邮戳居然是东京中央邮局的，而且每一封信都是。明明寄信地就在附近，为何要拐一个大弯先送去距离遥远东京再寄过来呢？唐导告别了老人，带着关口和渊邪出去。他问关口现在明白了吧？看关口还是不清楚，唐导便直说了，刚刚那个老人不是本地人呢。之前关口也看见那个厕所装饰了吧？老人把他称呼为离公主。事实上唐导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来的。古代侧神有很多种，称呼与祭祀方法也不同，但离公主是在特定地区才通用的名称。那个老人八成是东京北方的宫城县人，搬到东京南方这里顶多是14、15年前的事。那些信件全是儿子寄来的生活费，但事实上10几年前离开家的并不是儿子，而是他自己。这里确实就是传说中的户人村。渊喜警官很吃惊，唐导的意思是精神错乱的不是光宝，而是这里的村民吗？唐导表示这些村民并没有精神错乱，而且也没有撒谎，他们是真以为自己一直住在这里，而要办到这点也不难，只要稍微操纵一下记忆就好，并不需要调换所有的记忆，只需改变一下对地点和土地的认知就行。除此之外的部分都一直保持原状，比如老人祭祀侧神的方法就没有变。唐导猜测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从规模相同的其他村落集体搬过来的，他们居住的房屋和周边的环境都和这里非常相似，而且性格想必都非常孤僻，不怎么喜欢和周围邻居打交道，家中子女也早早离家，社会关系基本都被切断。如果他们还不识字，那就更好了，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主动给亲人写信，而即便儿女这么多年来都只寄钱不写信，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，哪怕信上邮戳明摆着是来自其他地区，他们也没法识别。这样人不会有很多，但找遍全日本肯定也能找到几个。幕后主使应该是找遍全国才挑中了这些人，在10多年前这些被挑中的人选估计是以配合调查的名义叫出来问话，问话完毕后就没再送回家，而是送到这里。每个人住进的屋子都按照他们各自老家情况简单布置了一遍，途中估计也借助药物的力量扰乱他们的认知，降低了他们的判断力，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回到原来的家中。由于社会关系早就被切断，他们也没察觉到异常，就这么一直稀里糊涂的生活到了现在。渊邪警官还是有些难以置信，这种事怎么做得到？他们连户籍都改了呀，那幕后黑手难道比当今政府还更有权力吗？唐导却打断了警官的话，想问这村子的墓地在哪儿。渊邪警官一下哑然，他也来过这村子，却从来没见过墓地。唐导表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毕竟村民才搬来10几年，应该还没有人离世，村民们都不会去思考关于墓地的事。可撇开现在村民不谈，应该有以前村民的墓地，那才是户人村存在的真正痕迹。现在表面上这个村子就像是一个被人虚构出来的村庄，仿佛是为了掩饰什么才刻意弄出来的。比如说老头收到了生活费，那个儿子应该不可能每年都跑去东京寄信，估计那儿子根本就不住在信上写的地址，也不住在东京，应该是有某些人以老头儿子的名义给老头发生活费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个虚构的村子一直维持下去。正说着，三人已经来到村子的最深处，再走远一点就没有人家了。不，那传说中的佐伯家还在更里面。唐导打算去那里看看，毕竟是村长的家，村子的墓地可能也在那里。渊邪警官和关口自然也要跟上，他们感觉这事件的谜团越来越大了。三人走了大约15分钟，突然发现前方被铁丝网拦了起来，地上还散落着一些美国香烟的烟蒂，看来之前那些美国人就是为了封锁这里才来的。只不过这封锁也已经是过去式了，铁丝网早已锈蚀，四处都长满了杂草。等绕过铁丝网，佐伯家的大宅就坐落在前方不远处。那宅子很大，连航空照片应该也能拍到。可关口记得自己明明看过地图，地图上根本没有这种宅子，只有一大片森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渊邪警官也感叹，这地方竟然有这么壮观的宅邸，简直就像是古装电影里出现的大宅邸啊！关口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尽管已经被废弃了10多年，依然能看出那宅子曾经的富丽堂皇。庭院有土墙围绕，大门旁边还盖了一栋简陋的小屋，那应该就是光宝曾驻扎的地方了。三人逐渐接近宅邸，关口忍不住胡思乱想，会不会是当年全村共谋一起杀掉宅邸中的所有人呢？全村都是共犯，要想藏匿罪恶的话简直易如反掌。
而那个磨刀师金村先生刚好来到宅子拜访，结果看到宅子里满地的尸体，吓得落荒而逃。只是金村先生被宪兵抓走又是怎么回事？关口想不通。三人来到宅子面前，门牌上赫然写着佐伯家。院系警官指着那门牌有些语无伦次，这上面真的写了佐伯，错不了。光宝先生是正常的，这里的确是户人村。院系警官有些抓狂。既然如此，那外面的村民应该都是从外地迁来的，甚至连记忆都被操纵了。可为什么呀？就算真能办到，也没有充足的动机去这么做吧。唐导笑了笑，表示自己当然不知道。而且既然外面的村民都是新搬来的，那原本村民又去了哪里呢？关口惊觉，难不成那大屠杀是真的？那警方为何视而不见？唐导叹息，很简单啊，因为等警察过来的时候，村民们的替身早就准备好了。警方过来什么都没发现，自然只会把它当成谣言。原先警官还是有些难以接受，什么人能做出这么大的手笔，把整村的大屠杀都给掩盖下去？关口闻言陷入思索，这恐怕不是单凭某个人就能做到的事，这应该是组织性的犯罪。能做到这事的组织，甚至拥有比政府更大的权力。而在10多年前战争时期，确实存在这样的组织，就是军部啊。二战时的日本奉行军国主义，所有政府机关都要为军部服务。如果真是军部的话，那无论是搜寻符合条件的人选，还是将那些人洗脑后带到这里，再修改他们的户籍，全都是易如反掌的事。甚至连唯一的证人磨刀师都被宪兵抓走了，后面对报社进行信息操控以及修改地图也都在情理之中。至于去年美军出现在这里，估计是战争结束，军部解散后，这里的相关机密情报落入美军手中，美军便派人过来调查。莫名的，关口想起了自己之前认识的某个疯狂科学家，那个人资助方似乎也是军部。旁边的院系警官还在说话，他很疑惑，居然承认有人真的具备那个能力，可以将整个村子都给调包来掩盖那场大屠杀。那这场大屠杀动机是什么呢？唐导没有回答，而是径直走进了宅子。他感叹里面东西都还保持着原样的，家具用品都还留着，连玄关的插花也没换，就这么枯萎了。院系警官和关口都赶紧跟了上去。唐导走得很快，似乎对这里非常熟悉。他穿过铺满榻榻米的走廊，来到一扇纸门前。关口发现的榻榻米上有一大片污渍，似乎是血迹。唐导拉开纸门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要寻找的答案就在里面。”关口先生，你不是打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吗？关口陷入了沉默。没错，他确实知道，在佐伯家禁忌内厅里供奉着一个神秘的东西，那是不死而肉块军风大人。那应该就是佐伯家惨遭屠杀的动机。唐导走进房间，那里面空空荡荡的，没放什么东西。唐导却好似知道这房间的秘密。他来到墙壁的壁龛前，拿下挂轴，用力拍打墙壁，然后墙壁打开了。原先警官鼓起勇气靠了过去，他往那里面看了一眼，结果发出不成声的尖叫，似乎被里面的东西给吓住了。关口也颤抖着靠近，他知道只要看了里面东西就很难回头了，可他还是忍不住靠近。那是一个模糊漆黑的小房间，房间中央有个疑似祭坛的东西，祭坛前倒着一个干瘪的物体，那是尸体吗？而祭坛上摆着一册老旧的书本，更里面的是一个质感湿滑的块状物，没有头的身体附着短小的手足，那是军风大人，而且他还在微微的震动，那是活着的。眼前的一切简直就像是闯入了未知的异世界一样。正当关口沉浸在惊讶之中时，突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膀，那是个背着大行李的卖药郎。关口的记忆到这里就中断了，等他再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站在大树底下，被许多人重重包围，为首的看上去是个警察。那人指着树上说：“这是你干的吗？”关口抬头一看，发现那是个被五花大绑的女人，看起来已经死了。那女人的脸还很熟悉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可他却一时想不起来。警察质问关口，那女人是不是关口杀的？关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应该是什么都没做，但他也不敢确定。结果这暧昧不清的回答惹怒了警察，关口被好几人团团围住，然后捆起来送去了警局。之后几天，关口都被警察轮番审讯，他也交代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。警察却觉得关口编的故事过于离奇，根本不信。关口被扔进了牢房，他被逮捕了。第一个小章节野逼坊的故事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。新登场的民俗学者唐导干净利落揭开这座村庄的秘密，逍遥野逼坊也就此败退。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。唐导似乎很了解当年的真相，那他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？以及当年的户人村又发生了什么？真的出现大屠杀吗？还有关口为何会被当成杀人凶手被抓？死去的女人又是谁呢？这些新问题便是隐藏在背后的大妖屠佛所带来的。不过这次事件的帷幕才刚刚拉开，大妖屠佛所举办的狂宴还没开始，宴请的8位宾客尚未到齐，还请各位观众期待接下来的发展吧。
这次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，关注阿正陪你看更多好故事。